以色列现在推出了一款防空导弹，并放出了宣传视频。在视频中显示，该导弹成功拦截了我国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高超音速导弹被全世界追捧，就是因为这种导弹很难被拦截，即便是强如美军，也不得不承认现有的防空系统在面对高超音速导弹时，根本无法做到有效拦截。因此，不少的国家现在都在研究高超音速导弹，从而实现弯道超车，一举成为一个军事强国。不过，就在大家都在研究高超音速导弹的时候，在中东的以色列却已经研究出了怎么拦截高超音速导弹，并且还推销了起来，说是他们研发的反导系统专门对付的就是高超音速导弹。据悉，这是一家叫做拉斐尔的防务公司，虽说在知名度上远不如雷神和洛马，但是研发的产品可就比较厉害了。这家公司宣称自己研发了一款叫做 Sky Sonic 防空系统，可以在20至70公里的高度拦截10倍音速飞行的导弹。虽说目前这款防空导弹还处于 PPT 状态，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试射。为了证明该导弹的性能，该公司还专门做了一个 CG 演示视频。在视频中显示，该导弹从地面上的发射车发射，随后拦截了正高速飞行的导弹。而该导弹也很有意思，从画面上来看，和我国的东风17十分类似。也就是说，这款导弹能够拦截我国的东风17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美国早前认为东风17是不可能被拦截的，因为这款导弹除了飞行速度能达到10马赫之外，还能够以类似打水漂的弹道飞行，使得防空雷达无法计算出导弹的飞行轨迹并拦截，对航母等目标能造成巨大的威胁。然而在以色列的这款导弹下，不仅速度能够跟上，还能够找到东风17的弹道并进行拦截。按照宣传片来看，以色列这款防空导弹击落了东风17，足以见得它的性能先进。但同样也有问题来了，东风17可从来都没公开过具体数据并实战过的，谁能知道它的具体性能呢？再加上以色列的这款导弹目前还处于 PPT 阶段，8字还没一撇呢，就这么放出来，也不怕被人笑话。但联系到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，再加上中东地区现在的局势，就能知道了。以色列这是为了推销这款导弹，让美国赶紧打钱。只要美国的钱到位了，那么这款导弹就能研发成功，帮美国解决无法拦截东风17导弹的困难了。按照现有资料显示，东风17导弹的速度是10马赫，而以色列这款防空导弹的速度也是10马赫。这么看的话，正好能够拦截。对美国来说是正好够用了，但对以色列来说就不够用了。因为以色列的死敌伊朗现在也研究出了高超音速导弹。按照伊朗的说法，这款导弹的速度能够达到11马赫，射程1400公里，还专门做了一份海报声称能够在400秒内直达特拉维夫。像以色列研发的这款导弹速度只有10马赫，面对伊朗的11马赫导弹很有可能挡不住。因此，以色列还需要加大力度，继续研究速度更快更先进的防空导弹。不过，研究这种导弹的费用惊人，即便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最发达的国家，也难以承担这笔研究费用。在这时候就需要找美国帮忙了。虽然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如同父子，但美国现在也不可能白给以色列送钱，因此以色列就需要找一个合适的理由，让美国主动给自己送钱。这款能够拦截东风17的防空导弹就是最好的办法。按照以色列的宣传视频，这款防空导弹速度虽然跟不上伊朗的高超音速导弹，但却能够拦截东风17，而东风17又是美国拦不住的。美国为了能够对付东风17，就一定会购买这款导弹。为了买这款导弹，美国自然会加大资金投入，让以色列尽快将导弹的成品拿出来。而有了美国的投资，以色列就能慢慢的研究这款防空导弹了。那么，以色列这款防空导弹真的能够拦截东风17吗？
以当前的技术手段显然是做不到的。以当前高超音速导弹的速度来看，打击速度往往都在几十秒内，预警系统想在这段时间发现并反应过来发射导弹拦截，几乎不可能做到。除此之外，想跟踪高超音速导弹也很困难。像我国的高超音速滑翔弹能够在飞行途中机动变轨，就算计算出弹道，那也是变轨前的弹道，反导系统根本无法实现精准定位并拦截。更重要的是，你想拦截这导弹，那你速度也得跟得上。以色列在过去可是连高超音速导弹的门槛都没摸着过，怎么突然就弯道超车，直接有了能拦截10马赫的东风17反导系统了呢？恐怕以色列这一次又是想学印度，能不能实现先不谈，把钱搞到才是最重要的。